当地时间7月9号，北约峰会在美国华盛顿开幕，援乌成为重点事项。拜登宣布提供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北约还将成立总部设在欧洲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由一名3星级上将进行领导。这些动作释放出什么信号？但美国媒体质疑，拜登此举实际上是给大选作秀，好让乌克兰能在美国大选投票前保持自卫能力。来看报道。 北约峰会当地时间9号在华盛顿开幕。今年是北约成立75周年，本届峰会也是北约最新扩员及瑞典、芬兰加入后的首次峰会，会期持续3天。除各成员国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乌克兰也或要出席。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决定不参加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而是派出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率领的代表团参会，这被舆论解读为北约吸引力下降的表现。在峰会一开始，美国总统拜登就宣布重磅消息。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intend to provide Ukraine with dozens of additional tactical air defense system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sure that when we export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Ukraine goes to the front of the line. 据悉，美方将与北约盟友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向乌克兰提供4套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以及意大利的一套 SAMPT 反导系统。后者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生产，可以跟踪最多100个目标，并同时与10个目标交战，具有部署程序简便等特点。美方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再向乌克兰提供数十套中近程防空系统。 白宫发布的文件透露，相关交付计划由美国统筹，将总计提供数百枚拦截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And just today, the NSP signed new multinational contracts for Stinger missiles worth almost $700 million. 据悉，这7亿美元的毒刺导弹生产合约将授予北约成员国，由他们制造这些武器并交付给乌军。 毒刺导弹在俄乌冲突初期就被送往战场，是一种便携式地对空防空系统。外界注意到，由于拜登在6月就已经透露相关计划，因此外界预判，在北约的武器交付之前，成为俄军空袭乌克兰的窗口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透露，北约会在未来数天宣布在德国设立一个由3星将领领导的支持乌克兰司令部，主要负责培训乌军，同时还将派驻1名高级代表到乌克兰首都基辅。 美联社报道，乌克兰还将在华盛顿开设一间武器办公室，强化与美国的国防工业联系。 And we're committed to stand with them for the long term so that Ukraine has an effective defense and deterrent capability against any future aggression it may face down the road. 泽连斯基这次也赴华盛顿参会。他9号抵达后，首先前往华盛顿特区一处纪念馆前献花，悼念在前苏联时代乌克兰大饥荒中失去性命的数百万乌克兰人。 泽连斯基还获邀在北约峰会上发表主旨讲话。实际上，他在赴美之前就向北约喊话称：“不要等到冬天才来帮助我们。” 外界认为，这明显是对北约去年以来深陷援乌疲劳症表达不满。北约峰会包括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系统，都是希望呢俄乌冲突能够进一步的延续，能够保证乌克兰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从援乌的后劲来说，是希望现在由完全美国主导，而过渡到北约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但是呢，是不是能够迅速的落实？北约在内部在协调的过程当中，仍然有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要进行协调。 这场在美国举行的北约峰会也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对于拜登宣称的“今天的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口号，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主流舆论普遍质疑，如何彰显北约的强大和团结是个巨大的问号。《华盛顿邮报》认为，虽然北约隆重庆祝成立75周年，但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笼罩着它的未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近来欧洲多国选举以及正处于竞争最激烈时刻的美国大选，为这次峰会前景增添了许多变数。法国记者更是在报道中直言，本次峰会毫无新意。En somme, rien de vraiment nouveau pour ce sommet qui ne suscite pas beaucoup d'enthousiasme auprès des principaux dirigeants. 关于乌克兰要求加入北约一事，美联社在报道指出，仍遥不可及。拜登承诺的爱国者等防空系统是这次北约峰会送给泽连斯基最大的礼物。
实际上，就在这次峰会召开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爆料称，美国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的主要反对者之一。另一个北约内部的主要反对者是德国。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曾对美国媒体强调，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取得胜利是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北约是不愿意与俄罗斯陷入正面冲突，北约一直在极力避免与俄罗斯正面相撞，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基本的一个事实。外界还关注到，本届北约峰会氛围十分微妙。作为北约联盟中的大国，英国和法国刚刚经历了大选，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面临着悬浮议会的窘境。另一欧洲大国德国，其执政联盟也因为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惨败而实力下降。更令人尴尬的是，作为本次峰会的东道主，拜登希望营造一种自信的氛围，然而他本人却因为在首场电视辩论中表现糟糕，而正处于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面临民主党内要求换人参选美国总统的巨大压力。《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拜登在这3天表现出色，将有助于巩固他的总统候选人资格，因为在对北约的态度上，他和特朗普的差异明显。特朗普曾宣称北约过时，威胁要退出北约，因此拜登表现出对北约的支持，有助于巩固一部分选民对他的支持。实际上，特朗普虽然没有资格参加这次北约峰会，但他也没有放弃施加场外影响力。一些欧洲高官也多方联络与其接触。据路透社报道，数名欧洲高级官员到华盛顿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与特朗普的一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退役中将凯洛格会面，为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做准备。如果美国出现变化之后，对北约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是深远的，甚至呢，此前所谓的脑死亡等一系列的说法又会重归舆论场，对北约未来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后续影响。所以现在的观察美国政治的同时，北约国家在做一些相应的调整，避免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震荡波会延续到北约以及欧洲安全。当地时间7月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需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乌克兰冲突。此外，两国间签署了9项合作文件，主要涉及双边经济合作。对此，西方舆论高度关注。彭博社指出，俄印的走近无疑给试图孤立俄罗斯的美国带来了更大的挑战。9号，俄印两国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谈中表示，俄印在经贸等领域开展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俄印在国际舞台，包括在联合国、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也开展合作。普京感谢莫迪对最尖锐问题的关注，包括努力寻求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印度总理莫迪则表示，俄印双边合作取得成果，前景广阔。印度赞成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并愿意在这一问题上提供协助。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强调需要通过对话才能和平解决冲突。另据《印度时报》报道，莫迪向普京提到了俄罗斯招募的参与俄乌冲突的印度籍士兵。经莫迪请求后，普京同意俄军中所有印度籍士兵离开，并为他们返回印度提供便利。报道称，这是莫迪外交的胜利。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时机呢，他的表态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啊。这个至少呢，这个在第1年的时候，给很多人的感觉哈，印度实际上有点赌俄罗斯会输的感觉啊。但是呢，发展到今年呢，看上去印度呢的立场呢，又好像在赌这个俄罗斯可能会赢。为什么印度会采取这个比较变化的这种姿态呢？我想这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需要给俄罗斯，同时也需要给美国呢制造一定意义上的焦虑啊，这样就造成了俄罗斯和美国呢都在大力的这个拉拢印度，这实际上给印度这个在对俄罗斯的外交、对美国的外交上提供了很大的一个杠杆。莫迪此访让乌克兰方面大为光火。乌总统泽连斯基连续2天猛批莫迪，称其莫斯科之行是对乌克兰和平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泽连斯基称，在乌克兰遭俄方袭击的时间点上，看到莫迪访问莫斯科，让他感到非常失望。